医馆不开张，我饿得快要啃桌腿。师傅说他也没办法，塞给我3张上古婚书，让我去找未婚夫讨债。结果1号狼王未婚夫穷得连墨水都买不起，2号凤凰未婚夫拿紫金矿砸人，3号巨龙未婚夫直接把夏逆鳞塞进我钱袋。更离谱的是，别人避之不及的绝症瘟疫，在我九尾狐眼里全是嘎嘣脆的小零食。我一路吃，把高高在上的神兽大佬们全变成了我的打工仔。如今金币堆成山，衣锦还乡的零售车队一眼望不到头。只是有个致命的问题还没解决，身后那3个为了争宠快把医馆拆了的男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停点？师傅，咱们医馆要是再不开张，就要饿死在这个草长莺飞的春天里了。我毫无形象地瘫在门槛上，摸着瘪瘪的肚子，身后那根唯一毛茸茸的狐狸尾巴也无精打采地垂在泥地里。我叫苏蓉蓉，是个大夫，也是这世间最后一只九尾玄狐。不过，因为几年前一场莫名其妙的雷劫，我失去了所有的记忆，连尾巴都被劈得只剩下一根。但我坚信，只要吃得饱，尾巴总会再长出来的。师傅重重地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3张泛黄的羊皮卷，拍在桌子上。蓉蓉啊，其实当年你重伤倒在咱们医馆门口时，身上带着这3样东西。我凑过去一看，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上古符文，竟然是3张婚书。当我的目光扫过婚书上那3个陌生的名字时，心脏突然不受控制地狂跳了2下。怎么回事？我捂住胸口，明明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但身体的本能反应却强烈的吓人。这3个未婚夫非富即贵，你带着婚书下山去找他们求收留吧，顺便把这些年我救你的医药费和伙食费跟他们结一下。他递给我一个干瘪的钱袋，我倒出来看了看，3文钱外加半块硬的能砸死狐狸的干粮。我把那3枚铜板放在手心里，认认真真的数了3遍，终于确认了一个悲惨的事实：我真的很穷。好，我把铜板揣进怀里，一把抓起婚书，一双狐狸眼饿得直冒绿光。我下山，我一定要找个最有钱的。师傅看着我雄赳赳气昂昂的背影，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作一声叹息。那时候的我满脑子只有搞钱和干饭，根本没意识到师傅赶我下山其实是想让我找回真正的归属。3天后，我顶着一头乱发，终于站在了繁华的寿王城门口。还没等我进城感叹大城市的繁华，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惊恐的尖叫。只见一头如小山般巨大的猛犸象兽人现出了原形，双眼赤红，正发了疯似的在城门口横冲直撞。粗壮的象牙将青石板地面犁出深深的沟壑，周围的城卫军急得团团转，却根本不敢上前动粗。我竖起耳朵一听，原来这头狂化的猛犸象竟然是城卫军的守卫队长，地位颇高，谁敢伤他？就在所有人束手无策之际，我的鼻子突然抽动了2下，好香！一股极其诱人的变态辣条味顺着风飘进了我的鼻腔，我2眼放光，口水疯狂分泌，这可是极品病灶的味道啊！都让开，放着我来！我大吼一声，娇小的身躯猛地冲了上去，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我身后的狐狸尾巴瞬间暴涨，犹如一条灵活的白蛇，直接探入了猛犸象疯狂咆哮的巨口之中。找到了！一团燃烧着红光的狂躁火毒正死死扒在它的牙髓深处，原来是严重的变异牙髓炎引发的狂躁症。我用尾巴死死卷住那团火毒，用力往外拽。好家伙，卡得挺紧！我干脆凌空跃起，2只脚死死蹬住猛犸象粗壮的向鼻子借力，身体拼命后仰。那团变态辣条味的火毒被我连根拔起，我毫不犹豫地张开嘴，一口将其吞入腹中。辣！爽，够劲儿！病灶离体，猛犸象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长叹，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化作了一个2米多高的魁梧壮汉。因为极致的痛楚瞬间转化为极致的舒爽，这个铁塔般的汉子竟然瘫在地上，捂着脸，哇的一声爆哭起来。好了，病看完了，结账。我熟练地从怀里掏出师傅传给我的破算盘，结果动作太大，啪嗒一声，算盘散架了，木珠子咕噜噜滚了一地。场面瞬间有些尴尬，那个2米高的壮汉队长一边抽噎着爆哭，一边委屈巴巴地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帮我捡算盘珠子。周围的城卫军和路人都看傻了眼。我清了清嗓子，维持着神异的高冷，递上一张纸条：急诊拔牙加精神抚慰，晨会1000金币，没现钱可以打欠条。拿着猛犸象队长含泪签下的欠条，我心满意足地按着第1张婚书的地址，来到了天狼族的领地。刚走到一处奢华的别院门口，我就听到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哎呦，你们看我这头发，可是吃了花重金买来的驻颜仙丹才长得这么好的。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狼女正被一群贵妇簇拥着，她一转头正好看见我，立刻捂住鼻子，眼神满是嫌弃。哪里来的穷酸狐狸，一身的穷酸气，要饭去后门，别脏了我们天狼族的地界。我停下脚步，抽了抽鼻子，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你这吃的什么驻颜仙丹啊？我嫌弃地扇了扇风，简直是一股浓烈的臭水沟味，熏死！你敢骂我？狼女大怒。我没骂你，我是说你病得不轻。尾巴刷了一下，在空中划过一道白芒，直接从他体内卷出了一团黑漆漆、散发着恶臭的毒素。乱吃3、5保过品，毒素都深入骨髓了。毒素一离体，狼女引以为傲的浓密长发瞬间失去了支撑，像秋风扫落叶般往下掉。原来那些所谓的秀发，
全是用邪术接上去的假毛。眨眼之间，假发掉了个干净，狼女头顶露出一大片锃光瓦亮的斑秃，在阳光下甚至有些反光。周围的贵妇们爆发出刺耳的尖叫，纷纷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头皮，生怕自己也被传染掉毛。在毛茸茸的世界里，秃毛那可是比死还要可怕的社会性死亡。狼女呆若木鸡地摸着自己光秃秃的头顶，整个人都在发抖。我看着她，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特别真诚地说：“你乱吃药积攒的毒素我已经帮你吸出来了，你的命保住了。不过你这秃毛症吗？我是大夫，不是生发水，头发我是真没办法帮你长出来了。”真诚永远是最大的必杀技。看着狼女白眼一翻，直接气晕过去。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她那极度虚荣的心病我是治不了的。不过没关系，我今天的重点不是她。我抬起头，看向天狼族领地深处的狼王府。1号提款机未婚夫，我来了。踏入狼王府的那一刻，我原本满怀期待的步伐硬生生顿住了。这地方怎么说呢？宽敞是真宽敞，破也是真破。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比我还高，连个看门的护卫都没有。风一吹，破败的窗棂还发出嘎吱嘎吱的惨叫。就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门的时候，一股极其浓郁醇厚，仿佛陈年极品火腿般的香味猛地钻进了我的鼻腔。我咽了一大口唾沫，顺着香味看去，庭院中央站着一个男人。他身形高大挺拔，犹如一座不可撼动的冰山，五官冷硬深邃，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偏执与肃杀。这就是天狼族的族长，传说中站立天花板的北极狼王。然而当我的视线往下移时，却忍不住愣了一下。这位威风凛凛的狼王，他那件看着挺霸气的黑色披风边缘竟然磨出了毛边，深灰色的武服上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打着2个针脚粗糙的补丁。再往下看，他那双原本应该踏平四海的战靴，鞋底居然薄的都快磨穿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身上大大小小陈年累月的战伤里，郁结着极品美味的病灶之气。我没忍住，极其响亮地咽了一口口水，双眼冒着绿光，像饿虎扑食一样朝他走近了2步。见我这副垂涎欲滴的模样，那张冷硬的脸庞罕见地僵了一下，高大的身躯竟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他那双锐利的狼眼警惕地眯起，仿佛在怀疑我是不是想当场把他生啃了。他刚一开口，声音低沉沙哑：“你身上的伤闻起来好好吃啊。”我吸溜了一下口水，由衷地赞叹道。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极力克制拔刀的冲动。我这才想起来正事，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张上古婚书，以及刚才猛犸象队长友情赞助的一叠空白欠条，拍在院子里唯一一张还没散架的石桌上。我是来投奔未婚夫的，不过看你这情况，估计是供不起我这尊大佛了。这样吧，我给你治伤，你给我打工。先把这份天价医疗欠条和卖身契签了。我熟练地递过一支毛笔。狼王低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婚书上属于我的独特气息。他认出了这就是他失踪多年的未婚妻。但看我这副财迷心窍又迷糊的样子，他眼底闪过一丝复杂，最终决定将我留在身边好好观察。他拿起毛笔，在纸上划了2下，没动静。你好穷啊！我震惊地看着他。堂堂狼王，连买墨水的钱都没有吗？狼王沉默了足足3秒，面无表情地咬破了自己的食指盖章。狼族不造纸，也不用墨。行吧，看你这么穷，我给你指条明路。我收好卖身契，尾巴一甩，指向了狼王府散发着阴冷霉味的地下室。我一脚踹开地下室的门，里面黑压压的挤着一窝上百年的腐朽病魔。这些小东西长得像一团团灰黑色的棉花糖，圆滚滚的，被我撞破老巢后，吓得挤在一起，发出嘤嘤的娇弱叫声。我凑过去闻了闻，嫌弃的捏住了鼻子，全是过期的铁锈味，根本下不去口。既然不能吃，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冷笑一声，指尖弹出一簇绚丽的狐火，狐火一烤，那些棉花糖瞬间受热膨胀，像爆米花一样在地下室里砰砰砰地弹来弹去，发出更加惊恐的嘤嘤声。就在这时，我发现它们受精后吐出的半透明丝线，竟然蕴含着极强的止血生机功效。我眼睛一亮，资本家的 DNA 动了。半个时辰后，狼王处理完族物来到地下室，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只见地下室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脚踏式缝纫机，那一窝曾经让狼族头疼不已的腐朽病魔，此刻正坐在机器前，小短腿踩得像风火轮一样，疯狂地吐丝纺织。而在他们正前方，我端着一碗香气四溢的极品零食，笑眯眯地敲着破算盘。都给我踩快点，谁今天吐的医疗绷带最多，这碗饭就是谁的。为了抢食，病魔们嘤嘤叫着，踩缝纫机踩出了残影。狼王看着一筐筐生产出来的顶级医疗绷带，向来毫无波澜的声音都在微微发颤。第一次见到病魔还要打工的。他们住你的房子，害你生病，要不是他们，你的病早好了。而且你的族人掉毛也跟他们有关系，我只是让他们打工已经很好了。我理直气壮地把第一批绷带塞进他怀里，拿去黑市卖了，咱们就有钱吃肉了。然而没等我们把绷带卖出去换肉吃，麻烦就找上门了。原来之前那个秃毛的狼女顶着个大光头，哭天抢地的把狼族长老给请来了。而偏偏这时候，狼王被边境的一场突发雪崩紧急叫走，不在府中。妖狐作乱，
竟敢用邪术谋害我族人，把他给我绑上刑台！长老胡子气得直翘，我连反抗都懒得反抗，因为我正饿得没力气。天狼刑台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狼族兽人，我被粗大的绳索绑在刑台的木桩上，百无聊赖地甩着那根毛茸茸的单尾，数着天上的云彩，一朵像烧鸡，一朵像猪蹄。行刑！长老大手一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际突然传来一声穿裂云霄的轻啼，一头燃烧着赤红烈焰的巨大凤凰，如同流星般从高空俯冲而下。炽热的温度瞬间让周围的积雪融化，围观的狼族吓得纷纷后退。凤凰背上，一名衣着华丽的使者居高临下地抛出一块纯金打造、镶嵌着极品红宝石的令牌。凤凰的尾羽轻轻一扫，绑着我的那根粗大木桩瞬间被烧成灰烬，我失去支撑往下掉，被使者稳稳地用一团柔和的灵力拖住。使者看都没看面如土色的狼族长老一眼，展开一卷金丝卷轴，声音响彻全场。奉金翅凤凰族长之令，携最高规格凤凰金牌，急召神医前去神殿治病。有敢阻拦者，视为对凤凰一族全面宣战。此话一出，全场死寂。狼族长老吓得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半个字都不敢多放。这可是掌控天下矿脉的凤凰族，用钱都能把天狼族砸死，谁敢反抗？神医受惊了，请随我走吧。使者恭敬地转身看向我，我从灰烬里爬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土，一把抓住使者的袖子，大眼睛里满是焦急。我的钱袋呢？刚才掉灰里了。使者愣了一下，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足有我脑袋那么大的金丝钱袋，恭敬地递到我手里。族长说了。使者愣了一下，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足有我脑袋那么大的金丝钱袋，恭敬地递到我手里。族长说了，这是给您的一点零花钱，压压惊。我掂了掂手里沉甸甸的金子，眼睛瞬间亮成了2个大灯泡。1号未婚夫太穷了，2号未婚夫我来了。跟着凤凰族的使者，我踏入了传说中富可敌国的凤凰神殿。刚一进门，我就被眼前的阵仗吓了一跳。宽阔奢华的白玉大殿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大殿两侧整整齐齐地跪了一长排兽人世界最顶尖的名医，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此刻全都把头死死地磕在地上，浑身抖得像风中的落叶。我竖起耳朵一听，原来是凤凰族长下了死命令，若是治不好神殿中央那只遭受火毒折磨的护族神鸟，今天在场的所有名医统统都要给神鸟陪葬。看到我这个背着破布包执掌这一根尾巴的小狐狸走进来，那些跪在地上的名医们纷纷用一种看死人的悲悯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说哪来的小丫头，赶着来送死吗？我没理会他们，因为我的注意力全被神鸟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吸引了。那是一种极其霸道辛辣，甚至带着点烧烤撒多了辣椒面味道的变异火毒。都让让，别耽误我开饭啊！不，治病。我咽了咽口水，径直走到痛苦哀鸣的神鸟面前。那些名医见我连个药箱都没带，就要徒手上前，吓得纷纷惊呼：放肆！你这黄毛丫头懂什么医术？快退下，莫要连累我们！我嫌他们墨迹，充耳不闻。身后的狐狸尾巴瞬间暴涨，毫不客气地直接探入了神鸟燃烧着烈焰的伤口深处，异物入体，神鸟猛地爆发出极其痛苦的惨叫，巨大的翅膀疯狂扑腾，整个神殿都在剧烈震动。跪在地上的名医们吓得魂飞魄散，有人甚至绝望地闭上眼睛。完了，神鸟发狂了，我们都要死在这个疯丫头手里了！别动，快好了！我一把按住神鸟的脑袋，尾巴在它体内精准地勾住了那团狂暴的火毒，用力往外一扯，一团足有西瓜大小、燃烧着黑红色诡异火焰的毒素被我硬生生扯了出来。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中，我熟练地用尾巴将那团火毒揉吧揉吧，团成了一个巨大的红色棉花糖形状。然后我张开嘴，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了下去。咔嚓，我嚼了2下，被辣得直吐舌头，眼泪汪汪地感叹了一句：丝好辣，不过挺过瘾的。那些名医们瞪大了眼睛，全场石化，下巴差点掉在地上，仿佛看着一个怪物。那可是连顶级灵药都无法化解的变异火毒啊！他居然当棉花糖给吃了，还嫌辣。就在这时，大殿深处传来了一阵极其平稳优雅的脚步声。是谁治好了我的神鸟？一个低沉华丽、透着绝对上位者威压的男声响起。来人穿着一袭暗金色的长袍，容貌俊美的雌雄莫辨，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我穷的只剩下钱的金贵与傲慢。我正嚼着嘴里的火毒棉花糖，被他这闪闪发光的出场闪得眼睛一眯，动作间揣在怀里的那张上古婚书不小心滑落。凤凰族长微微皱眉，优雅地弯下腰，修长的手指捡起了那张泛黄的羊皮卷。当他的目光扫过婚书上的名字和古老符文时，那双原本漫不经心的眼眸猛地一震。我清晰地看到他的手此刻竟然开始微微发抖，他猛地抬起头看向我，那眼神从一开始高高在上的审视，瞬间化为了不可置信的震惊，最后竟然如冰雪消融般化作了一汪几乎能将人溺毙的温柔。原来是你，他轻声呢喃，仿佛捧着失而复得的绝世珍宝。他站起身，从袖口中抽出一张流光溢彩的金卡，递到我面前。这是凤凰金卡，
从今天起，持有此卡，你在凤凰族名下所有的商铺、拍卖行钱庄皆可无限消费。我盯着那张闪闪发光的金卡，试探性地问：那这卡能买多少鸡腿？凤凰族长微微一愣，随即轻笑出声，那笑容宠溺的简直没边了。只要你愿意，他能为你买下整个鸡腿王国。成交！我一把抢过金卡。就在我准备欢呼雀跃的时候，神殿那扇坚不可摧的纯金大门，连同半面墙壁，突然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被人从外面硬生生轰得粉碎。漫天飞舞的碎石与风雪中，一个高大冷硬的身影提着滴血的战刀，如杀神般踏入了神殿。是狼王，他显然是刚从边境的雪崩中杀回来，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满身都是冰冷的风雪和狂暴的杀气。他那双赤红的狼眼死死地盯着凤凰族长，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把手松开，他是我的人。凤凰族长丝毫不惧，优雅地把玩着手里的婚书，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看清楚了，他身上带着我的婚书，名正言顺，他该是我的未婚妻。狼王握刀的手被青筋抱起，冷冷地吐出一句：婚书不过是一张废纸，为了他我连命都可以不要。哦，是吗？凤凰族长微微扬起下巴，豪掷千金的气场全开。既然你连命都不要，那开个价吧，我把你的命买下来。你滚出他的视线！眼看着一穷一富两位顶级大佬就要在神殿里为了我大打出手，开启疯狂的修罗场模式，一个极其不和谐的尖锐声音突然打破了僵局：族长，您千万别被这妖狐骗了！一名穿着华丽长老服饰的内奸长老跳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他根本不是什么神医，他是用障眼法暂时压制了神鸟的火毒，他就是个江湖骗子，想谋夺我凤凰族的财产。我看着这个跳梁小丑，不仅没生气，反而冷笑了一声，因为从他跳出来的那一刻，我就闻到了他身上那股恶臭难闻的腐败气息。我是不是骗子我不知道，但你肯定是个贼。我话音未落，身后的尾巴如闪电般射出，瞬间缠住了长老的脖子，猛地刺入他的腹部领海。你要干什么？长老惊恐的尖叫。给你治贪病。我用力一吸，一条通体透明长得像水母一样，扯出来时还在半空中疯狂蠕动的贪婪寄生虫被我硬生生从他体内拔了出来。寄生虫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那名长老突然双眼翻白，捂住肚子，嘴巴猛地张大，不是普通的吐，而是极其壮观的喷射式呕吐，像喷泉一样。那名长老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开始疯狂往外吐东西：一株极品千年火灵芝，2块拳头大的紫金矿石，3瓶绝版的神仙玉露丸，那些全是他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从凤凰族宝库里私吞的珍贵药材和宝物。画面既恶心又好笑，刚刚还剑拔弩张的狼王和凤凰族长都嫌弃的后退了2步。凤凰族长眼神瞬间冰冷，雷厉风行的一挥手：来人，根据地上吐出来的赃物清单，给我将他立刻定罪，抄家灭族。那名长老瘫倒在自己吐出的那堆赃物中，整个人彻底崩溃了。他崩溃不是因为即将被抄家，而是因为他平日里高高在上、清正廉洁的伪装，在这一刻被当众扒了个精光。在所有同族鄙夷的目光中，他迎来了最彻底的社会性死亡。我嫌弃地把那条水母一样的寄生虫扔进湖火里烧掉，拍了拍手，看着瘫软在地的长老说道：他其实有病，贪婪也是一种病，但我治不了。就在凤凰族长准备下令将那名内奸长老拖下去的时候，整个兽人世界的大地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不好了，族长！深渊之眼爆发了！一名浑身是血的斥候跌跌撞撞地冲进神殿，声音凄厉地变了调：灭世一并冲破了封印，全族危在旦夕。深渊之眼，那是兽人世界最恐怖的境地。当我们赶到深渊边缘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漩涡，仿佛大地张开的深渊巨口，浓郁的腐臭气息化作实质的黑雾，遮天蔽日地翻滚着。黑雾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生机断绝。无数顶尖医师站在深渊边缘，瑟瑟发抖，面如死灰。这根本不是医术能解决的范畴，这是天地间最纯粹的毁灭之力，唯有传说中的吞噬能力才能将其化解。就在所有兽人陷入绝望，以为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我却站在悬崖边，用力地抽了抽鼻子，等等腐臭味，不对，穿透那层表面的伪装，我闻到了一股极其醇厚鲜美，熬制了749天的极品佛跳墙的香味。天哪，好香！我双眼瞬间爆发出饿狼般，不对，狐狸般的绿光，根本不管身后狼王和凤凰族长惊恐的呼喊，不仅没有半点害怕，反而兴奋地一头扎进了那恐怖的黑色漩涡中。荣，两位大佬目眦欲裂，而此时的我已经扑在了一头沉睡在深渊底部庞大的犹如山脉般的黑色巨龙身上，那令全族恐慌的灭世疫病正死死缠绕着他的龙躯。我张开嘴，像缩面条一样一口咬住那黑色的疫病之气，大口地猛嗦起来。太鲜了，太好吃了！这种上古级别的病灶简直是极品自助餐。没过多久，那遮天蔽日的灭世疫病就被我像吃棉花糖一样嗦得一干二净。我满足地拍了拍圆滚滚的小肚子，打了一个极其响亮的饱嗝。随着这个饱嗝，一口纯粹的金色灵气从我嘴里喷涌而出，化作一阵金色的微风吹过深渊。奇迹发生了，原本被疫病侵蚀的寸草不生的焦土，竟然在金色灵气的滋养下瞬间复活，长出了漫山遍野的翠绿嫩草和鲜花。就在我趴在巨龙巨大的鼻子上，用袖子擦着嘴角的口水时，身下的山脉突然动了一下，巨龙那宛如日月般巨大的眼皮缓缓掀开，它睁开了一只暗金色的树瞳，正好看见趴在它鼻子上一脸厌足的我。一人一龙大眼瞪小眼，
他明显愣住了。你醒啦？我拍了拍他坚硬的龙鳞，有些苦恼地皱起眉头。不过你这本体也太大了，我根本抱不住你啊，连讨债都不好讨。巨龙沉默了，下一秒一阵耀眼的黑金光芒闪过，那庞大如山的巨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穿黑金长袍、银发如瀑、容貌俊美却透着极其慵懒厌世气息的男人。3号未婚夫上古纯血龙帝被我一句话给化形了，他刚一化形，眉头就紧紧皱了起来，薄唇轻启吐出第一句话：吵死了。此时急疯了的狼王和凤凰族长已经冲到了深渊底部，看到突然出现的巨龙化形，两人瞬间拔出武器如临大敌。巨龙懒洋洋地掀起眼皮，扫了剑拔弩张的两人一眼，吐出第二句话是：你们能不能安静点？我赶紧从怀里掏出了那张属于他的上古婚书，可惜刚才缩佛跳墙的时候太激动，婚书不小心被巨龙沉睡时流出的龙涎给浸湿了，上面的字迹糊成了一团。哎呀，字看不清了，这还能作数吗？我心疼地看着婚书，巨龙垂下眼眸，修长的手指轻轻附在那张湿透的羊皮卷上，指尖划过，奇迹般地是那些模糊的古老符文在他指尖的触碰下重新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字迹清晰地浮现出来。这是只有纯净血脉的龙族才能做到的血脉共鸣。他看着婚书上的名字，又看了看我那根毛茸茸的单尾，深邃的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我的九尾狐气息对他这头沉睡了1000年的巨龙来说简直就像是强效的猫薄荷，让他忍不住想要靠近。他突然抬起手，修长的手指毫不犹豫地扣住自己修长白皙的脖颈，咔嚓一声轻响，他竟然生生从自己脖子上拔下了一片逆鳞。那片逆鳞呈现出深邃的黑金色，蕴含着恐怖的上古龙威和龙族最高权柄。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直接将那片逆鳞强行塞进了我那个一直空荡荡的钱袋里。原本干瘪的钱袋瞬间鼓了起来，我看着鼓鼓囊囊的钱袋，根本没意识到这片逆鳞的价值足以买下半个兽人世界，只是开心的眯起眼睛，甜甜的说了一句：谢谢你啊，你真是个好人。巨龙看着我财迷心窍的样子，慵懒的眼底浮现出一抹极淡的笑意，他微微俯下身，凑到我耳边吐出了第3句话：你吃了我300年的病，我要怎么还？这句话一出，旁边的狼王和凤凰族长瞬间炸了，难得内卷的修罗场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当天晚上，为了我到底睡在哪里的问题，3个顶级大佬在狼王府那个破败的院子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在我这里睡习惯了，自然是睡我的床。狼王将我护在身后，像护食的孤狼。凤凰族长冷笑一声，折扇轻摇，满脸嫌弃：你那也叫床？那叫几块拼在一起的烂木板。我给他定做的是梧桐紫金床，冬暖夏凉，不仅能安神，还能滋养皮毛。一直没说话的巨龙靠在树干上，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毒舌地嘲讽道：你们的床有我的龙鳞舒服吗？为了证明自己，凤凰族长直接一挥手，调动了全城的工匠，几十个工匠连夜扛着极品紫金矿和万年梧桐木，浩浩荡荡地运进了狼王府。然而，等那张奢华到极点、闪瞎人眼的梧桐紫金大床终于在天亮前组装完毕时，我早就困得不行，蜷缩在狼王温暖宽阔的怀里睡着了。巨龙看着睡熟的我，慢条斯理地走过去，他没有把龙鳞铺在床上，而是大手一挥，将无数片蕴含着精纯灵力的绝世龙鳞整整齐齐地铺在了狼王那张破木板床的下方，这样我睡觉时就能源源不断地吸收龙鳞的灵力，比吃10全大补丸还管用。狼王看着凤凰的床和巨龙的鳞，沉默地抿紧了薄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身走进了风雪中。第二天早上，我在一阵暖洋洋的舒适感中醒来，我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一条极其柔软、极其温暖的纯手工狼毛毯子。我转过头，正好看到端着早饭走进来的狼王，他那原本威风凛凛的银灰色狼耳朵后面竟然秃了一大块。这位站立天花板的狼王，竟然为了给我做毯子，硬生生拔了自己一夜的毛。我抱着那条带着狼王体温的毯子，看着不远处的梧桐紫金大床，又看了看床底下铺满的绝世龙鳞。3个顶级大佬站在床前，屏住呼吸，眼神灼灼地盯着我，似乎都在等我做出一个选择。我摸了摸下巴，认真地思考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极其真诚地看着他们说道：其实我睡觉不挑床的，我只需要一个枕头。话音落下，整个院子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3位威震天下的大佬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卷了一夜结果卷错方向的尴尬与窒息。那天早上的枕头危机，最终以我抱着狼王亲手拔毛做的毯子，躺在凤凰族长的紫金大床上，枕着巨龙的绝世龙鳞，睡了个舒坦的回笼觉而告终。为了缓解院子里那3个男人之间随时可能爆炸的低气压，吃过早饭后，我决定带着他们上街溜达溜达，美其名曰体察民情。刚走到兽王城最繁华的街道上，一个尖锐且极其耳熟的声音就刺破了空气：哟，这不是那个穷酸的野种狐狸吗？我转头一看，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来人正是之前被我治出秃毛症的狼女。为了掩盖自己光秃秃的头顶，她不知从哪弄来了一顶极其夸张的假发戴在头上，可惜她刚才走得太急，假发已经彻底歪到了后脑勺，露出了前面一大片锃光瓦亮的斑秃，而她自己竟然浑然不觉，还高傲地仰着下巴。你以为傍上3个大人物就了不起了？狼女极度的五官都扭曲了，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野种就是野种，乌鸦永远变不成凤凰。”面对这种挑衅，我连生气的欲望都没有，因为我的注意力全被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味道吸引了，那是比上次的还要浓烈的脏病黑气。我叹了口气，并没有用身后3位大佬的身份去压他，而是秉持着大夫的职业操守，身后的尾巴轻轻一扫，一团浓郁的黑气被我从他体内吸了出来，在半空中凝结成了一个散发着恶臭的黑色气团。就在我收回尾巴的时候，动作幅度稍微大了点，狼女见状吓得往后一退，伸手胡乱一抓，竟然把我挂在腰间那个本就破旧的钱袋给扯破了。叮当，凤凰族长给我的那块最高规格的凤凰金牌从破洞里掉了出来，重重地砸在青石板上。金牌落地的瞬间，竟然发出一声穿云裂石的真实凤凰鸣叫，炽热的威压席卷全场。街上所有围观的兽人，包括那个嚣张的狼女，瞬间双腿一软，不受控制的跪伏在地，瑟瑟发抖。我根本没管地上跪倒一片的人群，也没管掉在地上的金牌，我的双眼死死盯着半空中那团黑气。我发现这团黑气并没有断绝，而是像一根无形的线一直连接着兽王城地下的某个深处。我咽了一大口口水，指着地下那条黑气的源头，双眼放光地对身后的3个未婚夫说：“这个味道好香啊，底下肯定有大餐，我想去吃更多。”就这样，我把一场严肃的追查完美的包装成了长吃的。而狼女正瘫软地躺在地上，看着我们离开时，她身上残余的黑气还在往外直冒，估计这辈子是长不出头发了。顺着黑气的指引，我们一行4人潜入了兽王城地下的黑市。刚到黑市大门口，几个长得奇形怪状、嚣张跋扈的守卫就拦住了我们，手里掂量着带血的狼牙棒。站住！懂不懂规矩？入场费每人1000金币，少一个字都别想进。凤凰族长眉头微皱，折扇一收，刚准备从袖子里掏出金票用钱把这几个杂鱼砸死，一道冷硬的拳风却比他更快。穷酸的狼王连废话都懒得说，直接画出锋利的天狼利爪，一记重拳狠狠砸了过去。那扇坚固的黑市玄铁大门连同那几个嚣张的守卫瞬间被轰飞出去10几米远，碎成了一地渣渣。狼王收回拳头，冷冷地瞥了地上的守卫一眼，语气霸道又理所当然：“蓉蓉的钱只需要用来买吃的，你们这种杂鱼也配收他的钱？”啪啪啪，一旁的巨龙慵懒地靠在墙上，极其敷衍地鼓了3下掌，毒舌地嘲讽道：“确实太弱了，连让我踩一脚的资格都没有。”我趁着大门被轰碎的空档，像条泥鳅一样哧溜一下钻了进去。一进黑市，看着满街那些因为常年不见天日，身患各种奇难杂症的兽人，我简直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眼冒绿光，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这简直是极品自助餐啊！顺着最浓烈的那股香味，我一路小跑来到了黑市中央的地下拍卖会。此时，拍卖台上正放着一个水晶匣子，里面装着一颗散发着恐怖黑气的厄运毒丹。黑市头目正站在台上狂热地叫嚣着，企图用这颗能引发全城瘟疫的毒丹来控制整个兽王城。我站在台下，用力抽了抽鼻子，顿时嫌弃地皱起了眉头。喂，台上的那个水，把过期的臭豆腐拿出来卖啊！我这一嗓子让原本气氛紧张的拍卖会瞬间死寂。在一众黑市暴徒惊愕的目光中，我手脚并用，动作虽然有些笨拙，但气势十足地爬上了拍卖台。小丫头找死！黑市头目大怒，我理都没理他，身后的尾巴猛地一甩，直接将那个价值连城的水晶匣子连同里面的厄运毒丹拍得粉碎。浓郁的瘟疫黑气犹如决堤的洪水般喷涌而出，全场的兽人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四处逃窜，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在这瘟疫中等死了。然而下一秒，我张开小嘴，深吸了一口气，那些足以毁灭半座城的瘟疫黑气，就像是被卷进吸尘器的面条一样，在半空中打了个旋儿，被我一口气吸得干干净净。我嚼了2下，有些失望地撇了撇嘴，给出了极其专业的吃货评价。呸，果然是过期的，一点都不够劲儿。黑市头目见自己最大的底牌竟然被我当零食吃了，瞬间破防。他发出一声非人的嘶吼，身体急速膨胀，狂化成了一只浑身长满剧毒脓包的巨大蜘蛛兽人，挥舞着镰刀般的不足朝我扑来。小心！台下的狼王刚要拔刀，我已经兴奋地迎了上去，不仅没躲，反而一口咬住了蜘蛛腿上那个最大最毒的脓包，毒液在口腔里爆开。我眼睛一亮，挖爆浆撒尿牛丸味的。在黑市头目惊恐万状的尖叫声中，我像喝果汁一样几口就把他引以为傲的剧毒吸了个精光。毒素被抽干，那个原本巨大无比的蜘蛛头目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瞬间退化成了一只有巴掌大的无毒小蜘蛛，8条腿倒腾出，残影仓皇地钻进地缝逃命去了，吞噬了巨量的疫病和毒素。我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就在这时，我体内突然涌动起一股极其庞大且熟悉的奇异力量，我原本垂在身后的那根单尾突然像指南针一样笔直地竖了起来，不受控制地指向了黑市宝库的最深处。这种血脉相连的悸动，是我丢失的狐狸尾巴。顺着尾巴的指引，我们一路杀到了宝库深处。果然，在一座极其复杂的禁忌阵法中央，漂浮着一团被封印的白色狐火，里面包裹着的正是我的断尾。阵法周围布满了极其危险的守护机关，但还没等我开口，身后的3个未婚夫已经瞬间开启了护妻狂魔模式。3人根本没有任何商量，却默契的分工明确。凤凰族长冷哼一声，直接找出了控制阵眼材料的黑市商人，连价都不讲，就以10倍的天价金票直接砸在对方脸上，砸到对方无法拒绝，当场将那些珍贵的阵眼材料全部销毁，瓦解了阵法的核心。狼王则一跃而起，
纯靠着极其恐怖的肉身武力，硬生生用一双拳头去撕裂外围的防御结界，哪怕拳头上鲜血淋漓，也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最后，巨龙慵懒地走上前，薄唇微起，一口极其纯粹、带着毁灭气息的上古龙息喷涌而出，整个地下黑市的温度瞬间飙升，残余的所有禁制和机关在龙息的焚烧下瞬间化为灰烬，没有任何阻碍。我欢呼一声扑了上去，一把抱住了那团狐火，温暖的力量瞬间涌入四肢百骸。我身后砰的一声长出了第二根毛茸茸的尾巴，新长出的尾巴尖上还跳跃着一簇极其绚丽的小火焰，证明我的医术和实力再次大涨。与此同时，随着断尾的回归，还有我的记忆，脑海中猛地闪过一段破碎的记忆画面。漫天的紫色雷劫中，我原本九尾奇惧，正在拼命抵抗天威。就在我身后最虚弱的时刻，一道模糊的白色身影突然出现，狠狠地给了我致命一击。画面戛然而止，我捂住隐隐作痛的脑袋，虽然看不清那个害我的人到底是谁，但我知道当年我失去记忆绝对不是一场意外。就在我刚刚消化完这段沉重的过往时，兽王城内突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神女降临，圣光普照，我走出黑市，只见天空中洒下极其夸张的金色光芒，一位身穿洁白纱裙、头戴花环的光明神女正坐在一辆由8匹纯白独角兽拉着的华丽马车上，排场极大的在街道上巡游。所过之处，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纷纷狂热地跪伏在地，顶礼膜拜。这位神女声称自己能用圣光治愈世间一切疾病，但我的鼻子一嗅却闻到了一股极其危险的味道。那根本不是什么治愈的圣光，而是伪装起来黑漆漆的光。这种光不会直接控制人，但会让患者对它产生极度的依赖，一旦离开了它的圣光，就会陷入焦虑痛苦，甚至发疯。此时神女的马车正好经过我们面前，她居高临下地扫视着人群，目光在触及我身后的3个男人时瞬间亮了起来。她立刻摆出一个自认为最圣洁迷人的微笑，试图勾引这3位顶级大佬。她先是含情脉脉地对着狼王抛了个媚眼，结果狼王眉头紧锁，冷冷地吐出4个字装模作样，然后直接转过头盯着街边包子铺的肉包子，仿佛那包子都比他好看。神女笑容一僵，又转向富可敌国的凤凰族长暗送秋波，暗示可以与凤凰一族强强联姻。凤凰族长折扇掩面，发出一声极其不屑的冷笑：假的，你身上那件纱裙用的是连下等冰蚕丝都不如，也配跟我提联姻？连续吃瘪的神女咬了咬牙，最后将目光投向了散发着恐怖威压的巨龙，直接抬手释放出一道温柔的圣光，试图将它笼罩。巨龙慵懒地闭着眼睛，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嫌弃地评价了一句无聊。随后他鼻腔里随意地喷出一小股微弱的龙息，呼的一声，直接将那道所谓的圣光吹得烟消云散。接连被无视和嘲讽神女的脸色终于挂不住了。为了挽回颜面，同时也是为了打压我这个最近名声大噪的神医，他直接在中央广场上摆开阵势，公开施展圣光，声称要免费治愈一批濒死的重病兽人。广场上人山人海，在圣光的照耀下，那些原本痛苦哀嚎的重病兽人竟然真的奇迹般的站了起来，满脸狂热地赞美着神女。切！我抱着那本比砖头还厚的账本，发出一声响亮的冷哼，大步流星地走上前。我没有发表任何长篇大论去揭穿他，而是直接走到一个刚刚被治愈、正跪在地上磕头的兽人面前，刷刷。我身后的2条毛茸茸的尾巴同时出击，如闪电般刺入那个兽人的体内，猛地往外一扯，一团散发着刺眼白光、黏糊糊的光团被我硬生生扯了出来。我用尾巴将光团高高举起，展示在所有人面前，然后嫌弃地捏住了鼻子。什么破圣光，就是一种屏蔽痛觉的麻醉毒素罢了。我皱着眉头评价道，而且这味道也太冲了，一股劣质香精味，闻多了简直让人头晕想吐。说完，我张开嘴，一口将那团劣质香精味的毒素吞了下去。毒素离体，那个原本满脸狂热的兽人瞬间清醒过来，被屏蔽的痛觉重新涌上神经，他捂住伤口，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但眼神却恢复了清明。周围的百姓终于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看着神女的眼神瞬间从狂热的崇拜变成了深深的恐惧，纷纷尖叫着往后退去。当众翻车的神女站在高台上，那张原本温柔圣洁的面具彻底碎裂，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极其怨毒，尤其是当他看到那3个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的顶级神兽大佬，此刻正像护卫一样紧紧围在我身边，对我是要星星不给月亮时，他心底的嫉妒终于如毒草般疯狂滋长，最后彻底发狂了。既然你们都不识好歹，那就全都给我去死吧！神女面容扭曲的尖叫着，咬破舌尖，用鲜血在半空中画下了一个极其邪恶的禁术符文。轰隆隆，天色瞬间暗了下来，神女竟然不惜代价释放出了被封印在地底千年的上古凶兽饕餮残魂，这是一种能吞噬世间一切生机的超级绝症。遮天蔽日的病气黑云犹如泰山压顶般笼罩了整个兽王城，黑云所过之处，草木瞬间枯萎化为灰烬，百姓们惊恐万状，绝望的哭喊声响彻云霄。面对这种上古级别的毁灭力量，我身后的3个未婚夫脸色巨变，瞬间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嗷呜！狼王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狼笑，直接画出了犹如小山般巨大的银色天狼本体，利爪深深扣入地面。凤凰族长腾空而起，展开了遮天蔽日的纯金火翼，漫天神火蓄势待发。巨龙则猛地睁开那双暗金色的树瞳，
恐怖的上古龙威毫无保留的全开，周围的空间都被这股威压震得寸寸碎裂。就在这3位大佬准备为了我抛头颅洒热血与饕餮残魂决一死战的悲壮时刻，我却站在原地，双眼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甚至比饕餮还要贪婪的绿光。等一下！我兴奋地大喊一声，连忙伸手去掏挂在腰间的钱袋。在一众准备拼命的大佬和惊恐的百姓注视下，我扒拉开钱袋里闪闪发光的金币，从最底下掏出了一把超大号的孜然和辣椒面。这可是正宗的灵魂烧烤味啊，比之前那些过期的一并好吃多了。我激动的口水直流，直接顶着那恐怖的黑云冲上了天际。面对张开深渊巨口的饕餮残魂，我体内的九尾玄狐血脉压制全开。那不可一世的上古凶兽残魂在遇到我这个专吃病灶的顶级吃货时，竟然发出了惊恐的哀鸣。我毫不客气地扑了上去，2只小手抓住那团黑云，就像吃手撕牛肉一样用力撕下一大块，撒上孜然和辣椒面，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嚼劲十足，够辣够爽。我就这么飘在半空中，一口一口地把那遮天蔽日的饕餮残魂当成了烤肉串，吃得满嘴流油，不亦乐乎。底下原本准备联手拼命气氛悲壮的3大未婚夫，此刻全都僵在了原地。哥，吃完最后一口饕餮残魂，我满足地拍了拍肚子，打了一个极其响亮、极其巨大的饱嗝。伴随着这个饱嗝，一团绚丽的七彩祥云从我嘴里喷了出来，瞬间驱散了天空中所有的阴霾。而吞噬了饕餮残魂这种上古级别的超级病灶后，我体内积攒的能量终于彻底达到了临界点，一团极其绚丽的9色狐火将我整个人包裹其中。在狐火的洗礼下，我的身后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第3根尾巴伴随着耀眼的红光破体而出，紧接着是第4根幽蓝色的尾巴，第5根翠绿色的尾巴。长出尾巴的过程并非一簇，而是逐条显现，每长出一条尾巴，我的脑海中就会涌入大量的记忆碎片。最先涌入的是最近这段时间，3个未婚夫为了给我买床买鸡腿而疯狂内卷争宠的画面，接着是我在医馆里和师傅数铜板的穷酸日子，最后是我作为天地间最后一只九尾玄狐，为了守护兽氏独自迎战天劫的悲壮身影。当第9根纯白如雪的尾巴终于在狐火中傲然绽放时，九尾齐聚，一尊绝美神圣庞大到几乎笼罩了整座兽王城的九尾玄狐法相惊艳现世。那股源自上古洪荒的绝对血脉威压，让全城所有的兽人，甚至那不可一世的神女都双腿发软，本能的跪伏在地，瑟瑟发抖。狐火散去，我缓缓从半空中飘落，此刻的我气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迷糊笨拙的单尾小可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举手投足间都透着慵懒与绝对掌控力的满级女王。我低头整理了一下衣摆，目光不经意间扫过腰间那个鼓鼓囊囊的钱袋，看到里面闪闪发光的金币时，我的眼睛依然不受控制地亮了一下。虽然满级回归了，但我依然是个财迷吃货，这辈子都改不掉了。其实在记忆恢复的瞬间，我并没有立刻看清当年那个偷袭我的背影到底是谁，但我之所以能这么快锁定他，全靠我这天下无双的鼻子。我用力抽了抽鼻子，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在他那股令人作呕的劣质香精味之下，掩藏着一丝极其微弱却让我刻骨铭心的气息，那是当年天劫毁灭利器的味道。原来当年趁我抵抗天劫，在背后放冷箭偷袭我的人就是你啊！我慵懒地甩动着身后的9条尾巴，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神女浑身一震，那张精致的脸庞瞬间因为极度的惊恐而变得惨白。见事情彻底败露，她眼中的惊恐迅速转化为彻底的癫狂，她猛地从地上窜起来，披头散发地尖叫着：是我又怎么样？以为你恢复了9尾就能杀我吗？既然我活不了，那整个兽王城就给我陪葬吧！说罢，他整个人像个吹气的气球一样急速膨胀，耀眼狂暴的白光从他体内透射而出。他竟然企图拉着全城人一起自爆。面对这足以毁天灭地的自爆威胁，我非但没有半分慌乱，反而嫌弃地皱起了眉头。我身后的9条纯白狐尾瞬间暴涨，犹如9根擎天巨柱遮天蔽日的将整座广场笼罩其中。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张开深渊巨口，猛地一吸，哧溜，神女体内那股正准备引爆的气，连同他引以为傲的全部修为，瞬间被我像吸果冻一样一口气全部吞进了肚子里。吧唧吧唧，我嚼了2下，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嫌弃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呸，真难吃，简直就像是放了3天的馊水，恶心死狐狸了。随着气运和修为被我抽干，神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瞬间干瘪下去。在一阵白光中，她褪去了人身，变成了一只毫无灵力，甚至连毛都掉得七七八八的普通秃毛野鸡。把这只野鸡带下去，我挥了挥手，送去狼王府地下室，让他给我的病魔员工们踩缝纫机打下手。城卫军们如梦初醒，赶紧如狼似虎地扑上去，提溜着那只秃毛野鸡的翅膀拖走了。危机彻底解除，阳光重新洒满兽王城，全城的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此刻全都整整齐齐地跪伏在地，对着我这尊拯救了世界的9尾玄狐顶礼膜拜，拜见神狐大人。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响彻云霄。面对这万众敬仰的宏大场面，我清了清嗓子，然后从那个鼓鼓囊囊的钱袋里掏出了一本比砖头还要厚的大账本。既然大家都平安无事了，那咱们拯救世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账算一下吧。我翻开账本，不知从哪摸出一把纯金算盘，手指拨得噼啪作响，开始疯狂报价。首先是本神医出手的劳务费，其次是面对饕餮残魂时的精神损失费。哦，对了，那只饕餮算是我今天的餐费，
因为太难吃，所以得加倍补偿。还有我身后这3位未婚夫的出场费，巨龙先生的龙鳞磨损费，以及狼王殿下拔毛做毯子的材料费。我一口气爆出了一串天文数字，底下跪着的兽人们全都听傻了。而站在我身后的3个未婚夫，看着我已经满级回归，气质大变，却依然这副财迷心窍、抱着算盘两眼放光的模样，眼神全都变了。穷的叮当响的狼王认真地点了点头，表示就算分期付款1万年也绝对认账。富可敌国的凤凰族长虽然听得直肉疼，但嘴角的笑意却怎么也压不住。至于巨龙，他甚至连眼皮都没抬，反正龙族宝库多的是，随便我怎么办。几天后，兽王城的一切重回正轨，但在狼王府的院子里，最致命的问题终于被摆上了台面。啪啪啪，3份重新修不好的上古婚书被同时拍在了那张破石桌上。狼王、凤凰族长巨龙3个气场极其恐怖的顶级大佬分立三方，剑拔弩张地看着我，要求我立刻履行婚约。蓉蓉跟我走。狼王那双赤红的眼眸深深地凝视着我，声音沙哑且极其认真。我的命还有整个天狼族从今往后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救了我，而是因为你是你。喝粗鄙！凤凰族长优雅地摇着折扇，直接将一串闪闪发光的钥匙推到我面前。天下所有矿脉的钥匙已在你手里，只要你点头，我的凤凰王座分你一半。不，你若喜欢全给你也行。巨龙慵懒地靠在树干上，连废话都懒得多说一句。我把龙族最大的宝库搬空了，在深渊上面给你盖了座纯金的宫殿，以后睡我呢，我给你当枕头。看着3个为了抢我快要打起来的大佬，我摸了摸下巴，狡黠一笑。其实吧，我现在可是九尾玄狐，胃口大得很呢。我拍了拍肚子，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是养不起我的。3人同时一愣，我直接跳上石桌，大声宣布，所以我决定正式成立兽氏第一神医财团，而你们3个现在全部被我编入麾下，给我打工。我指着狼王，你负责财团的安保和武力催债，就你这张冷脸往内一站，绝对没人敢赖本神医的账。狼王愣了一下，随后耳根微红，沉默地点了点头。我转头看向凤凰族长，你负责财务管理和投资钱生钱，毕竟你们凤凰一族的算盘打得可比我精明多了。凤凰族长无奈地轻笑了一声，眼底满是纵容，遵命我的老板娘。最后我看向巨龙，至于你吗，就负责当我的顶级坐骑，以及冬暖夏凉的恒温抱枕。不过先说好，我睡着的时候你不许乱动。巨龙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几秒钟后极其平淡地吐出一个字，行。小孩子才做选择，满级财迷当然是全都要，不过是用打工的方式全都要。赚得盆满钵满后，看着堆积如山的金币和3大神兽种族上交的无数宝库，我做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定，带着钱衣锦还乡。半个月后，一支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的灵兽车队，拉着几座山那么高的金银财宝和极品灵药，风风光光地停在了当初那个穷得连鸡腿都买不起的破落医馆门口。老医馆师傅正坐在门槛上啃窝窝头，看到这阵仗手里的窝窝头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用力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疼得龇牙咧嘴，才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然而更让他惊掉下巴的还在后面，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传说中杀伐果断的天狼族长，此刻正挽着袖子在医馆前院极其暴力的劈柴捣药。他看着那个高高在上富可敌国的金翅凤凰族长，此刻正站在医馆破旧的柜台前，用一把纯金算盘极其认真地核对着几文钱的账目。他甚至看到那条只存在于上古神话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纯血黑龙，此刻正化作圆形盘在后院的草坪上，给我当着冬暖夏凉的恒温靠垫。这师傅捂着心脏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不仅如此，我还把狼王府地下室那群腐朽病魔也带回来了，他们现在可是拥有财团正式编制的高级技工，此刻正在后院一字排开，勤勤恳恳地踩着缝纫机吐丝做绷带。师傅，我回来了，今晚咱们吃全鸡宴加10个大鸡腿。我舒服地躺在翻新后的豪华摇椅上，靠着巨龙温暖的鳞片，手里啃着凤凰刚刚烤好，狼王刚刚撒上孜然的烤鸡腿，看着院子里那3个为了争夺医馆老板娘正牌夫君的名分，又开始互相冷嘲热讽、疯狂内卷的顶级大佬，我满足地眯起了眼睛，打了一个充满金钱与幸福味道的饱嗝。这毛茸茸的财迷生活简直完美。